今天带你来看我们多功能室的改造，从原本的这样子变成这样子。嗨，你好，我是雷蒙，欢迎你回到我们的频道。距离 Home Tour 的影片发布也半年了，我们家还有一个空间还没有改造完成，那就是多功能室。我们有计划下半年回归 Podcast 节目，还有添购灯光来帮助我们拍出更有质感的画面。所以既然要升级我们的画质还有音质，我立刻想到在我心目中在台湾最懂这些产品设备的朋友艾尔文。所以这一集我们邀请艾尔文来我们家，看看要添购哪些设备来升级，还有一起打造这个空间，成为能够运动、能当客房休息睡觉，又是 Home Studio 能够拍摄、录音、直播的多功能室。就我们2023年有一个新的计划，叫做会员直播。因为会员跟我们反映就他想要看到我们每一周的可能学习成长挫折、挑战，遇到了什么样新的机会，然后选择不赚什么钱做了什么大家不会知道背后原因的是什么的选择这样。可是我们在想说，到底我们在哪里直播？因为过往我们其实都是我跟柚子都坐在这边，就他的椅子会过来塞在这里面。这里太小了吧？而且都是一样的景。对，你的直播也在这里，个人主题影片也在这里，教学影片也在这里，就是你可以用很多角落或者小地方换一个环境的嘛。才会找你来，就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家虽然有蛮多空间的，都不知道到底哪个适合。那个空间呢，现在有在用？对，就这个好像也蛮适合。虽然现在是我们的储藏室，它是我们多功能室啦，可是因为圣诞节的礼物都没有拆，这个可以关起来，对，像储藏室，可以，它是一个隔帘。有些朋友来我们家如果要住1-2天，我们就把沙发推进变他的小房间。你可以其实这个空间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摄影棚的感觉，因为你要想，这个是你的家，是你睡觉的地方，不只是你工作的地方，还是你休息的地方。之前刚搬回来台北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自媒体你从早到晚都在工作，然后我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棚灯都在我周围，到我要睡觉的前一刻都还是棚灯在我周围，感觉不到我精神有在放松。就算是我在那边看 Netflix 旁边全部都是摄影器材、灯光，洗到满街都是，人生会受不了。后来我才租了一个办公室对，他后来租了一个办公室，我没有去看过。你如果真的确定好你们家同时要兼具工作的，也要有休息的功能，选择器材的时候，你就要选择很轻便的东西，可以移动的，有轮子尽量装轮子，然后你要多功能的使用，稍微劳碌命一点，需要的时候移动进来。对，因为你说1个礼拜1次嘛，但是你每天还是要在客厅那边看电视那你沙发可能就是1个礼拜的时候，你们就稍微移过来，因为你们这边我刚刚看了一个帘子嘛，不想要看到工作的时候就眼不见为净，把那个帘子拉起来，那你们就是还是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然后你们可以秋一点的，因为你说会员嘛，会员就是比较亲近一点，认识你们的，不想要看你们文绉绉的在那边播报新闻的感觉。这个空间蛮好用的，你可以这一个是一个景，这样子也是一个景，斜的也是一个景，可以先选定一个，比如说初期前半年的时候，先这样子试试看。观众很容易腻，讲真的，他们都要看到新鲜的东西，我们都要一直变化，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做出不同的变化给大家看。好，我们等一下请艾尔文帮我们列产品清单，之后等包裹全部都来，再找艾尔文一起来开箱。那有预算的限制吗？10万以内好不好？器材费10万以内，器材费可以啦。这个空间下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大家有发现我们后面长得跟我们电视墙那一面一模一样吗？就是我们贴了双胞胎重板。开工，我最喜欢拆箱子。先做一点微升级，因为也不建议大家一次过到位，你会花很多冤枉钱。我们先看看目前这些够不够用，因应你的环境跟空间，你拍摄的需求，再慢慢看你需要什么东西。先尝试，然后慢慢优化。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买这种高级的摄影灯 ，Aperture 爱图式的灯，这个是100D 还是200D？200X 不是 D 的话就是单色温，X 的话是双色温的，可以调色温。麦克风 very dynamic。又是麦克风。这个脚架就是美 Photo 的嘛，美 Photo 就是个名牌。为什么要特别选它？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这样子叠起来，它下面这边会有一个扣子，三角扣。你在收纳的时候可以直接这样子叠着它，然后上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扣子，你可以把2个叠起来。那它就可以这样立起来，比较省空间。对，如果你有10个的话，你就可以10个一排，你也不用说要靠边啊还是什么，你要解开就是直接按一下就解开。
彩色盘盘，这个2代升级之后功能性多蛮多，我是用1代。我们设备都已经开完箱，基本上分为2大类啊，就是影跟音嘛。影的部分我们就用灯光来去搭，音的部分比如说有麦克风、调音台，然后有麦克风架这一些。所有的灯光全部都是 Aperture 的。如果之前就有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就是他们的忠实使用者，而且跟你们很搭，原因是它所有的灯光都可以搭配 App 来去控制。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几盏灯，然后我们就可以设场景 A。灯光 A 要，比如说50%，灯光 B 30%，跟智能家居是一样的场景设置。对，场景设置。1、2、3，Go。因为这里加一个麦架进来，因为你麦架不能在中间，所以在中间，就2个桌子在中间。对，然后不要开靠墙壁，要不然你会浪费这个纵深感。因为我们叫前的景深嘛，前景深的意思不是说场景深而已，你要把你的主体靠近相机，跟背景有点距离，对，才会制造出前景深的感觉。所以我们稍微往前抓一个大概的位置。好，再把另外一张。拜拜。无辜的感觉，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要进休息时间，不是我讲的哦。我讲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其实现在的场景就有点像 podcast 感觉，这样已经蛮 chill 了。后面还看到一点书柜，其实蛮有居家感。那我们等下请艾文看这个场景怎么打灯，打完灯之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氛围。干杯！干杯！干杯！现在要先架相机，然后用相机的视野布我们那个沙发的位置，跟这个空间要怎么摆这个景。这样，就是景的部分大概上是这样子。这样感觉空间很大。看起来对，摄影就是要长。对。要强调所有不好看的地方，然后把小的空间拍到好像很广阔的样子。会觉得那个背景是无限延伸的啦。对，所以你可以靠长焦的方式把旁边2边消掉，同时主体又不会被压缩到。我们现在要抉择一件事情，请说。你们桌子要搬掉吗？要架灯光，对不对？对，因为你这里已经没有位置在退了，我们会尽量希望可以打一个45度角，因为你如果打得太正面的话，你后面会全部都被曝到。我们控光是希望控制在前区域就好，因为我们毕竟也没有真的到很深嘛。不然我们可以先架灯上去看一下，感觉如何？这次帮你们选的灯光是 Aperture 的，这个是他们的 App，Sidus Link， 透过蓝牙跟他们连接上之后，就可以全部开始。好棒哦！每次都要走过去调，会调到死，真的。信仰贴纸。它就不像 Lightstorm 系列，还有一个中控台在中间，就会很重。有一个按 Control Box 的那个不需要了，它就全部透过 App 来去控制，其实就这样简便就好了。哇！东莫整个吓到，1秒吓到之后就很享受了。哇，这个灯真的很舒服哎，不能够直接打，灯光会太硬，所以我们还要上这个东西。柔光罩，2代的 Lightroom Mini， 这样轻便，而且拆装方面是很简单，它都已经帮你做好了。骨架都不用自己弄了，你不用这一根一根这样去吃进去，这可以很暴力的直接搬这样的。我跟你讲，我平常怎么装，2秒就好了。哇！所以它那个很耐，就是这样子。它很耐的，这个体积看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很大，所以以后你们就算是不拆它，也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在家里。对，不然这个太大，真的会觉得好像天空上多了乌云。我们家这个空间用这样2盏，应该就真的差不多。下一个步骤，现在加了柔光布之后，它就是灯光比较柔和，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你整个环境它都会被打到。可是如果我今天想要控光，我想要只打在人的脸上，我不想要它照到背景的话，就会用这个来去控光。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格子组成，光线照过去之后，它就只能够这样子出来了，它就不会四散到外面，就是看你的打光的方式。补充一下，柔光罩的用途啊，就是如果没有加柔光罩的话，它会是硬光，就会长这样。这个就是硬光的一个打的样子。那我们看一下柔光，柔光之后就会变成这样。那你也看出差别了吗？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要让背景是暗的，然后人是亮的，有暗有亮，有暗有亮这样。可是它会一定程度的削弱你的灯光，那就加大就好了。对，感受一下，哦，好亮。晒太阳，三温暖的部分。好，刚刚都有注意听哈。有。好，下一彩你装。我们俩一起装。我来拍，我来拍。你们要学一下，10秒钟就可以打开了。大力卡榫吗？要用力一点，用力压底，整个手掌下去。哦。有没有感受到了吗？有了。你2边一起，它才会平衡。我们今天是摄助，超级菜的摄助。有认真，不能漏光哦。看一下竹身哎，很棒很棒。对不对？就是有像那种股东的感觉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就会把我们即将做的一些大的事件，直接用直播方式，然后我跟佑文一起开会，跟你们一起开会，然后会把你们的想法一起加进这个大的专案里面。所以那个设计师跟我。所以你觉得这牺牲很值得吗？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的牺牲，其实我觉得没有到很牺牲吧。就其实要移动还是可以移动，可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对，除非就有朋友来住我们家，可是我觉得移动东西没有很多啊，那那个桌子还是可以用的。对啊，可能是要进去找新基母的时候会卡卡的。棒棒，很开心哦。谢谢艾尔文，谢谢艾尔文，太棒了，赞。回音台来了，天哪，好漂亮哦！噔噔，比较好看呢，2代比较精巧一点。当你设置完毕了，等我设置完毕之后，影音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声音的部分。对，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配置了新的收音系统。如果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手机的声音的话，声音的样子就长这样子。如果是来自相机，因为相机距离我们很远嘛，所以相机的声音也是非常小声的。那为了有一个最好的音质，最好就是声音跟画面是分开录，然后你后置的时候把它配上去。啊，对，所以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们透过麦克风，然后接到 Rodecaster Pro 上面去录音的样子。对，这支是拜耳的 M70 Pro X，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跟 iPhone录出来的声音，或者跟相机的差别，其实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像刚刚艾文讲，就其实个别的产品都有自己的专业，我们要把那个东西的最专业的发挥，需要独立使用。学影像用影像专业的，声音用声音专业的产品。你们现在听到我跟雷蒙的声音，其实有点差异，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设定，大声、小声之外，其实还有声音上面的处理。比如说，它这边有几个预设模式嘛，中性的声音就长这个样子，这个是中性的声音。那 Podcast Studio 的声音，它就会调整一下 EQ。它的声音就会比较不一样。那如果说它还有一个叫做广播模式的声音，广播模式它就是会有那种很广播腔的感觉。柚子店玩很久，其实它会把 compressor 拉得很满很满，但是我没有很喜欢这种声音啦，这种就是以前传统的广播节目的声音。所以你如果开启最中性的声音的话，就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一般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换句话说，这个声音就是 Bear Dynamic 这个麦克风它直出的声音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如果说你要好玩的话，像以前我们1代的时候 Rodecaster Pro 它是没有这些效果的，它现在的效果变得很多，比如要唱歌的时候，我可以开一些有一点混响的感觉。你现在听不到，我现在听不太到。对，因为我们现在监听耳机只有它那一只这样。对哦，说到监听耳机的部分，到时候我还是会建议你啦，就是最好是录音的当下，大家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监听，然后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怎么样，你才不会觉得哦好像很奇怪，而且声音如果中途有状况的话，你不会太晚才发现。是这一台有很多东西可以玩了，包括到时候你旁边要加音效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随便加一个音效。哦，你听不到，现在是一个蝉鸣鸟叫声的感觉。我觉得它里面有内建，它有内建了，到时候你可以透过电脑的连接把它换掉。对，你可以把它换掉。比如说我第一个我要放我的片头，第二个我要放我的 jingle， 第三个我要放我的片尾，这些你都可以继续放柚子的笑声。对，可以去客制化。然后另外这个 pad 啊，它不只是音效的功能，它还可以比如说你在多机直播的时候，你可以去切换你的机位。哦，它可以直接，但是接什么 OBS 吗？对，接 OBS， 然后你可以去设定指令，对，你可以直接去控制它。这感觉要去看他们网站上去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它的功能性非常的丰富，而且2代比1代更丰富。正诚，诚意够吧？这次我们的设备都是在正诚购物网上下单的。正诚集团是影视产品的龙头代理商品牌，这几年也非常积极在帮助各种影音跟 podcast 的创作者。例如他们就有拍一集 Caster Pro 第2代的完整介绍，对我帮助非常大。推荐大家如果要购买这种高单价的生产力工具，必须找合格而且足够靠谱的代理商，不管是保固还是售后服务也会相对比较完善。这边也提供我这次购买的设备清单给你参考。太好了，感谢。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研究这一台，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变化的时候，其实在看我们的直播啊，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会看得更舒服。感谢你们愿意注重影像的质感。对，我们还在努力的路上，还是要向在前头有结果的人多学习。我觉得至少你们愿意尝试，我就觉得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了。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更多的质感影片啊，或者是看更多的相关的家电啊、科技相关的开箱跟评论，还有生活旅游的，记得到艾尔文的频道去多支持他，好不好？硬要自录打个广告一下啊，在这里。对。
未来如果说这个我们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想要再进化的话，我们可以有 Stage 2或者 Stage 3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后面地板上可以打一个灯条，然后把这个背景有一点蓝色的光源在后面，对，或者是未来你们要加些布置物啊，像你刚刚提到霓虹灯啊，或者是放一些植物在旁边，就是慢慢的去丰富它。我倒是觉得不用一次到位。对，我们要给大家一种一起成长的感觉。如果很多东西一次到位，就没有那个过程，过程是最棒的，而且是看我们平常在讲一讲啊，或者这个场景还需要什么，可能根据我们的观众们的喜好，然后慢慢调整。对，而且你们录完几次直播、几次 podcast 之后，你们会觉得哦，我可能位置要稍微换一下，或者我可能我要换别的沙发，都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出现。买枕头。而且这个光还有一个好处，因为亚洲人会比较喜欢平光一点的脸，亚洲人不喜欢像欧美系这样子，就是阴影很重，或者是很教父感的那种灯光布光的方式，很教父感，就是会有很电影感。可是亚洲人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没有看所有的美图秀秀，什么都是把脸磨到很平，光线也磨得很平，所以我们这个光线是两边这样下来，其实女生这边也有被补到。如果她只有那一盏打她的话，她这边是全黑的啊。也许未来可以再加多一个顶光啊，就打上面这边的光线啊，或者是再加一个 spotlight， 这边可以打一条斜线下来啊，什么？未来有很多种玩法啊。之后如果真的有幸运换大房子的话，可以再装更多的设备。我觉得至少你们愿意踏出这个 level 1，很多人是不愿意走出这一步的。可是你们就要注定你们家就会变成这样，你不可能每天拆，它就是会固定常住在这里，就会牺牲你们这里的空间。所以以后吵架的时候不要怪我。不会啦，不会。